大家好，我是富安，这是我第一次做口播的视频，说实话有点紧张。不过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我现在参加的垒球队所属的联盟——昆山飞鹿联盟。我是2015年就外派大陆工作的台湾人，其实早在那时候就断断续续的跟着同事打了不少联盟举办的杯赛，但后来因为工作调动，长期不在昆山，就很少有机会回来打球了。直到近1年重新回到昆山工作，每周日去飞鹿联盟打球的机会才多了起来。也正因如此，我越发好奇这个最初由出门在外的台商们建起的平台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温暖的存在。所以我特意找了一些资料，了解它的故事，今天想分享给大家。接下来视频里也会放一些我们最近1周练习和比赛的片段。而除了联盟的故事，我更想让大家看到的是场上和我们一起奔跑的队友们，有和我一样出门在外工作的台湾同胞、日本朋友，也有当地的学生，还有很多国内的伙伴。看着不分背景，为了一颗球欢呼较劲，一起捡球，一起复盘。我突然觉得，对我们这些常年在外奔波的人来说，这方球场早不只是一个运动的地方，更像是一个不分彼此的小家。因为垒球，异乡的日子里多了一份实实在在的热闹和温暖。希望这样的故事和画面能让你也感受到这份特别的连结。如果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记得关注我，后续将定期的为大家带来在大陆生活、工作、运动以及跨文化交流间的真实故事以及有用资讯。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主题——昆山飞鹿联盟。首先为观众朋友们科普一下棒垒球运动的起源。我们看到的这张照片是现存于地球上最早的一张棒球团队照片，拍摄于1865年的美国。台湾的棒球运动则是源自于1895年日本的殖民之后。1906年成立的台湾首支棒球队，都还是日籍的学生，没有台湾人的参与。直至1931年获得甲子园亚军的嘉义农林棒球队，组成的成员是日本人、台湾的汉人以及台湾的原住民。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红叶少棒队击败了来访的日本队，至此台湾的3级棒球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也成为了全民的运动与集体的记忆。昆山的棒垒球运动则是由台商带进来的。故事要从2006年说起，当时昆山周市镇的几位台商因为热爱垒球，想组建一支自己的球队，也就是后来飞鹿联盟的前身周市青阳慢速垒球队。刚开始连一块训练的场地都没有，还是当地台商企业免费腾出场里的空地，大家一起动手改造，才总算有了打球的地方。到了2010年，政府看到了大家的热情，特意腾出了一片场地支持垒球运动。有意思的是，本来只是台商们的休闲活动，渐渐地吸引了日本、韩国还有欧美的外企员工，大家以球会友，不仅玩得开心，还拉近了外企之间的距离。到了2012年，周市政府干脆花了2000多万人民币，在体育公园建了全国一流的专业棒垒球场地，也就是我们现在比赛的场地，还成为了国家棒垒球实验基地。借着这个机会，球队也正式改名为周市野马渡慢速垒球队，体现了地方特色，也成为了周市一张体育名片。到了2015年，更是迎来了大爆发。国家垒球协会推广软式慢速垒球，把全国总决赛的场地定在了昆山周市，彻底掀起了全民打垒球的热潮。当初台商们主动当教练做陪练，
周市镇的书记、镇长也亲自到场加油。于是2016年拿下了全国的冠军，2017年又斩获了亚军。最主要的是推广到了社区的学校，让年轻的孩子也有机会体验这个团队的运动。到了2017年，昆山飞鹿联盟成立，这个时候联盟已经不是当初几个人的小球队，人数已超过200人，分成硬球和软球2个中心，成员不光有台商，还有日商、民营企业家以及很多在昆山生活工作的朋友们。至今多年举办飞鹿杯、野马都杯邀请赛，邀请上海、苏州、无锡的台商球队一起切磋交流。其实飞鹿联盟最动人的不只是比赛成绩，而是它背后的精神。一颗小小的垒球不仅营造了快乐打球、以球会友的氛围，更成为了昆山民众和台商之间的纽带，甚至连结了国际友人。12年来，他们靠着包容、融合的情怀，还有对运动的热爱，不仅推广了垒球运动，更让台商朋友们在昆山找到了归属感和幸福感。感谢前辈们的努力，让后来的我们有这么舒适的打球环境。接下来请欣赏我所参加的球队周氏金龙队最近一场比赛的精彩表现。画面中我们是在做赛前的热身，各位看我这则视频的朋友可能之前没接触过棒垒球，对规则不太熟悉，待会放到比赛片段的时候，我会适时的给大家做一个规则上的解释，帮大家也熟悉这项运动。要是您刚好在附近，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找我们一起打球。我们每周日会安排2场到3场比赛，地点都在周市运动公园。要是你想来，直接找我报名就行。这位是我们的队长，在做赛前的叮咛。出来哈，大家要球，嘿，对，避免那个多送垒包。OK， 好，那 OK， 好，来那个 Chris 帮我们喊一下啦。1、2、3，起动！走！好，比赛开始。我们今天碰上的对手是 A10。A10 是我们联盟上半季的第2名。我们对上这一队基本是输多胜少，不过我们球队的机关枪打线也是挺厉害的，持续在发起进攻。很快的跑者来到了得点圈。好，原田这一棒打得非常好，有机会得分了。花春冲回来得到第1分，再来后藤也紧接着补上第2分。原田这支3垒安打得到了2分的打点。山口这一棒打得很有技巧，不愧是学生的棒球教练。大刘工作比较忙，平常比较少来打球，不过看他的球衣背号就知道棒子很大只。3个人出局，轮到对手的进攻。简单的介绍一下垒球的规则。比赛分为进攻以及防守。进攻的一方持球棒挥击防守方投过来的球，将球打入场内，想办法绕过4个垒包跑回本垒就可以得到1分。相对的，防守方的球员将打击者打入场内的球在落地前接住，和打者出局。若打者打出的是滚地球，就得比是球先到达垒包还是人先到达垒包。就像这一球人先到，所以得分；这一球球先到，所以跑者出局。再来看杜颖的这一球，平飞球打击出去，2垒手第一时间没有接住，跑者上1垒，安打。这球打击出去，投手接到球往1垒传，比打者先到1垒，所以打击者出局。目前是1个人出局，平飞球被游击手接杀2出局，累积满3出局，则这个进攻的半局结束，换对方进攻。再来说一下好坏球。垒球比赛是从1个好球1个坏球开始，那跟棒球一样，3个好球就出局，4个坏球则是保送上1垒。
至于什么是好球呢？很简单，只有2个情况。第一个就是打者挥棒就是好球。第二个，打者不挥棒，但是投手把球投进好球区。在慢速垒球上，所谓的好球区就是本垒前的这一个黑色板子，包含本垒板。A10 在2局下发挥实力，一口气打下7分。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非常尽力且专注的在进行比赛。比赛进行到4局上半，金龙是以3比9落后。看到这边是不是觉得金龙这一场又要输了？正常情况大概率是要输。不过棒球比赛迷人的地方就在于球是圆的，在比赛结束之前，谁都有可能会赢，也有可能会输，只要我们不放弃。这个帅气甩棒的球员是公司的同事，可惜这一球被接杀了。5局打完，目前落后6分，还得继续加油。哎呀！剩下最后半局的进攻，仍然落后6分。关键时刻，教练自己上来打击了。
花春这一支清垒的3垒安打十分的关键，也将比数瞬间追到只落后1分，并且追平分已经来到3垒，1人出局。目前平手，2人出局，2垒有人。太可以了，马哥。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比赛结束，大家各自回到工作岗位，期待下周日的来临。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次再见。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